近日，菲律宾与西方媒体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表演碰瓷戏码，制造话题，企图捏造中国以大欺小的霸道形象。中国外交部25号介绍，菲律宾一艘公务船22号擅自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，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，对菲方船只拦阻驱离。不过，菲律宾方面表示，已经移除了中方在黄岩岛东南方向设置的一个所谓浮动障碍。在2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，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，中方坚定维护黄岩岛的主权和海洋权益，奉劝菲方不要挑衅滋事。菲方所谓声明完全是自说自话，中方坚定维护黄岩岛的主权和海洋权益，我们奉劝菲方不要挑衅滋事。这是中方连续第二天回应关于黄岩岛的提问。汪文斌25号在回应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布设所谓浮动屏障相关提问时表示，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，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，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。9月22日，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一艘公务船，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，擅自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，并企图冲撞黄岩岛西湖，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，对菲方船只拦阻驱离，有关操作专业克制。今年3月初，菲律宾政客配合美西方媒体炒作南海议题，启动了针对中国的舆论战。自此之后，菲律宾增加了针对中国的挑衅，美西方媒体的配合性报道也增加不少，包括对此前菲方非法向仁爱礁坐滩军舰运送建筑材料，遭到中方依法阻拦的报道。这次的中国在黄岩岛设浮动障碍，不过是二者配合下的又一次表演。这一次菲律宾的这次硬闯行动呢，它不是孤立的，而是自上次中菲仁爱礁摩擦以来，菲律宾在南海搞的一系列小动作之一。整个的硬闯过程呢，进行了大幅度的炒作，对中方呢进行了抹黑和造谣，整个的性质呢是非常恶劣的。中方公务船只的处置呢专业、冷静、克制，保持了一贯的高水平，而且是依法进行的。可以说呢，这次中方的坚决应对，再次捍卫了中方在黄岩岛以及附近海域的主权，有利于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。22号，擅闯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菲方公务船上搭载了不少美西方国家的记者，他们架起长枪短炮进行实景拍摄。菲律宾公务船还向非渔船免费发放了大约6万升柴油和一些杂货，以鼓舞他们冲撞黄岩岛，为在场的美西方记者提供鲜活的新闻素材，试图勾勒出中国海警船欺凌菲律宾渔民的简单形象。但实际上，这种摆拍出来的故事非常缺乏说服力，他们甚至绝口不提中国海警船对此行为的拦截是正当且必要的。还有，中方设置浮动屏障的地点是在黄岩岛内西湖入口处，显然是为了维护主权利益，不存在欺凌这一说。这些媒体也不提中国海警船在拦截非渔船时的克制与专业。实际上，就在几天前，中国海军阿坝舰还在南沙群岛东部海域巡航时救助了2名菲律宾渔民。菲律宾方面呢，一直把他在南海的这种硬闯、擅闯的非法行为呢，包装成保护他本国渔民的一种所谓的得民心的行为。特别呢是在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菲律宾国内执政遭遇了很多问题，尤其是在一些粮食问题，特别是洋葱价格等等这些老百姓民生的用品价格高居不下的情况下，他通过包装这种渔民的维护渔民权利，来为他在国内施政上争取更多的支持度。市内卫视注意到，菲律宾领土范围从未包括南沙群岛和黄岩岛。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予以限定的，包括1898年的美西巴黎和平条约、1900年的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、1930年的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。中国南沙群岛和黄岩岛不曾存在于上述条约范围内。20世纪80年代前，菲律宾有关宪法在描述非领土范围时，也都坚持上述条约划定的范围。
关于南海，中方已经多次表态，多年来，在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下，南海局势实现总体稳定，也为各自发展提供良好环境。而美国等一切势力唯恐南海不乱，不断在这一海域兴风作浪。中方希望地区国家对幕后黑手保持必要警惕，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握在自己手中。不过，菲方显然缺乏对幕后黑手的足够警惕，甚至频频配合他们兴风作浪。澳大利亚与菲律宾今年8月首次举行大规模海陆空联合军演，主要内容是模拟如何抢占敌方控制的岛屿。澳菲联演的地点在黄岩岛以东约240公里的一处海军基地。幕后黑手会煽动危机，却不会把自己陷入危险境地。有菲律宾媒体曾揭露当年阿基诺三世替美国火中取栗的内幕。2012年黄岩岛争端时，当时的阿基诺三世政府官员被美国愚弄，他们轻信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话，主动挑起争端，却遭到中国的反制。结果是中国实现了黄岩岛的实际控制。直到2021年，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还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要求美国解释他在2012年菲中黄岩岛对峙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菲律宾进行了密切的军事勾连，活动相当频密，为南海的局势呢制造了更多不稳定、不确定的因素，会为南海的和平稳定带来极端不利的影响。中方的公务船只呢一直保持了冷静、专业、克制的态度，一直呢在避免事态的扩大。但是呢，有关方面一直进行这种挑衅的举动。对于南海和平稳定，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，也就是 COC 的磋商，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。最终受害的呢，还是域内国家自己。